人们往往会产生误解，认为追求财富和成功与佛法相违背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佛陀给予许多教诲，适合各种不同心理和需要的众生，其中也包括那些追求好运和金钱的人。财富，许多人寻求它，觊觎它，并希望拥有它。但财富究竟是什么？根据一般定义，财富是大量有价值的财产、资源或金钱，并且出于多种原因而受到追捧。有些人追逐财富是为了过上舒适的生活，有些人觉得财富是身份的象征，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，积累财富类似于游戏。有些人认为，只有拥有很多钱，过着富豪迷人的生活方式，才能获得幸福。无论原因是什么，都不能否认财富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根据佛陀的教诲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种情况，比如财富或贫困，都源自过去种下的因。肯定的是，果与因必然是相似的。人们时常以种树来比喻这种情况，若我们所收成的果实成，它必然来自我们用成的种子种植成的果树。简而言之，我们不可能种下苹果树，却想要摘下成的果实。因此，这里的成果实成，它必然源自某个因，而这个因就是播下成的种子。同理，财富的因源自某种行为，而这个行为就是施予或慷慨布施。可见，透过施予，我们才能造下收获的因。同样的，贫困也源自我们过去所种下的因。在佛教里，我们相信贫困来自前世的牵令心理。换句话说，牵令的心是导致我们投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的因。因此，对治贫困或贫困烦恼的方法，就是去培养一颗慷慨布施的心。财富在佛教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有两种财富：外在财富和内在财富。外在财富是物质财富，通过我们的职业、商业和金融努力获得，我们需要这些财富来维持生计和修行。佛教的招财法门不仅能吸引财物，还能增加物质资源，创造有利条件，以实现我们的世俗和精神愿望。例如，拥有积极的人际关系可以被视为外在财富，特别是如果我们的伴侣和精神朋友鼓励我们走上精神道路，并指导我们做出对我们长期有益的正确决定。内在的财富是指我们的修行成就，或因修持六度波罗蜜菩提道、次第三主要道和密续修持等所取得的觉悟。修持黄财神和财王多杰雄灯最主要的成就将会是布施波罗蜜，因为只有透过它，我们才能获取真正的内在财富，以及去除物质和修行上的困境。财富修行所获得的另一个主要成就之一，就是拥有慷慨大方的人格。简而言之，为了获得内在财富，一个人通常需要足够的外在财富，才能在精神道路上不受干扰地前进。例如，在最基本的层面上，如果我们没有食物吃，我们怎么能想到修行呢？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，也无法建造寺庙或佛法中心。在藏传佛教中，最有效增长内在和外在的财富方法之一是透过聚宝瓶。聚宝瓶代表了财神，具备强大的吸引财富以及赐予我们内在和外在财富的加持能量。聚宝瓶有助消除聚财及成功的障碍，帮助我们专注于内在的转化及修持。它可以赐予我们内在的灵修成就和外在的财务支柱。造聚宝瓶的传统源自一位印度大师吉祥然登智，即是阿底峡尊者。阿底峡尊者的主要本尊乃度母。基于他的修行成就，他拥有与度母持续沟通的能力，且会在做重要决定前请示度母。据说度母指示阿底峡尊者答应一位如菩提萨埵的藏地国王的请求，前去藏地弘法。当阿底峡尊者在藏地时，度母因阿底峡的恳求，进行了一场仪式，为藏的聚集资源。因为藏地是不毛之地，藏的诸人又尚未受佛法的熏陶，这一切都给阿底峡尊者的弘法构成无数障碍。于是，度母就如何造聚宝瓶而给了阿底峡尊者非常详细的指示。接着，阿底峡尊者按照度母的指示造了第一个聚宝瓶后，便顺利地吸引了弟子、功德主及伟大的弘法事业所需的资源。来自印度的大师莲花生大士也曾指示弟子制作聚宝瓶，因为聚宝瓶本身就象征了财神。几百年来，西藏人都在家中供奉聚宝瓶，他们把聚宝瓶供奉在佛坛或埋在泥土中。西藏的寺院都收藏了制作聚宝瓶的古老秘方。聚宝瓶蕴含了众多圣物，包括了高僧的遗物、珠宝、金银土等5种元素。
完成制作的聚宝瓶必须事先举行一项大型的祈祷仪式，把财神及诸佛菩萨的殊胜能量祈请到瓶中方算完整。我们也可以把珍珠等宝物植入聚宝瓶，作为献给佛菩萨的贡品，从而增强其能量。除了聚宝瓶之外，聚宝丹是经过高僧开光注入赐财本尊能量的丹丸。聚宝丹供人佩戴，其功用与聚宝瓶相同。不过聚宝丹体积小，更容易携带，尤其适合经常出远门的人。增长内在和外在的财富方法，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修持黄财神或者财王多杰雄的法门。当我们修持这些法门时，我们所祈求的就是黄财神和财王多杰雄灯的增益事业。我们能透过医治、供养、观想和念诵他们的心咒来累积功德。功德是我们朝向正悟所需的因和能量。由于这些本尊和护法的正悟本质，透过修持他的法门所累积的功德，将不会如同山叶般被轻易耗尽。功德能协助我们获得圆满正悟，因此是永恒的资粮。事实上，无论是佛或护法都无法改变我们的业，因此我们必须透过修持这些法门来累积功德和净化恶业，好让它能协助我们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法门能让我们累积足够的功德，让我们能凭借它的神圣力量获取所需的帮助。若没有这一切，我们将无法接受它的加持，因此修持这些法门极为重要。有了这些功德，本尊和护法才能启动我们的善业和阻止恶业的显现。当本尊和护法阻止我们的重大恶业显现时，并不意味着这些恶业已经消除，它只是暂时延缓恶业显现，好让我们有机会净化这些恶业，直到它消失或完全被净化到无法再对我们造成伤害的程度。一般而言，黄财神和财王多杰雄灯的修持法能赐予我们财富、资源，延长我们的寿命，甚至帮助我们的生意。然而，修持这些法门真正的目的是拥有一个能投入修行的有利环境，最终了悟更精深的佛法，促进修心的修持如雷震。有兴趣了解如何修持这些法门的朋友们，可以点击我在留言区的链接。最后，愿将这个视频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，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，祈愿那些修持黄财神和财王多杰雄灯的人们获得他无量的加持，加持修持者的外、内、秘密财富。祈愿黄财神和财王多杰雄灯赐予他们在生活上及修行上所需的资源。